安静的洗手间里，单一的脚步声愈发清晰。魏无羡揉了揉眼睛，看清眼前的人后，转身就去厕所的储物间里抓了一把扫帚出来。你站住！魏无羡浑身都在发抖，他被面前铺天盖地而来的 Alpha 信息素压制得死死的，同时额头上冰冷的触感令他动也不敢动，一双带着火气、隐隐发红的眸子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黑衣人。魏无羡，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。你是姚小姐的管家，那个国际通缉的在逃犯。魏无羡扫帚的另一头抵着他的心口，似乎对透上黑洞洞的枪口视而不见。我说今天怎么没有见到你？原来一直躲在洗手间当老鼠啊！管家冷笑一声，直接打开了保险栓。魏无羡，那个 Alpha 不在，你还敢这么嚣张？信不信我杀了你？魏无羡冷冷地看着他，那你开枪啊？对方一噎，顿时说不出话来，随即想到了什么，嘴角一勾。哦对了，原来当初那位信息素强过我的 Alpha 就是云深集团的蓝忘机，他当初没死，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没想到居然与你到了一处，还真是凑巧。不过不要紧，他迟早会死在我手里的。魏无羡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在他强悍的信息素下失了分寸，连额上的汗水进了眼内都没动一下，嘴里嘲讽道，你想动他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就你这信息素也敢在他面前放肆。哟，这么向着他面前，这人靠近魏无羡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真是太香了。蓝忘机是不是对你爱不释手？他居然都没标记你，简直是暴殄天物，他是不是不行？魏无羡这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连脑袋上抵着的东西都不管，一脚直接踹了过去。你特么给我滚！这管家没想到魏无羡中了招还能有如此力气，当下被踹了个正着，要不是他经验丰富，下意识躲了一下，被踹到实处，恐怕还真的要阴沟里翻船，栽到一个 Omega 手里了。魏无羡一下子爆发出气力，踹完人后就气喘吁吁地扶着洗手台，偷偷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指纹解锁手机，想要通知蓝湛。对了，我还没自我介绍。管家拍了拍自己腿上的脚印，转过身来，再一次走到魏无羡面前，镜中的那张脸扭曲到狰狞，像是长着巨口的饕餮。我叫温旭。你姓温？魏无羡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你是3个月前媒体报道的那个国际犯罪团伙不夜天的成员。不夜天是一个庞大的国际犯罪组织的名字，涉案无数，几乎各种犯罪手法和渠道都有涉猎。3个月前，这个庞大的组织在国际刑侦的联手下土崩瓦解，其组织头目温若涵也葬身火海，可还是逃出了些漏网之鱼，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这位温若涵的亲子温旭。说到这件事，管家现在应该叫他温旭，脸上愈发的阴寒，声音也阴恻恻的。你知道我们不夜天是为何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？还不是因为你们蠢。魏无羡抓紧时间先保存体力，好抓紧时机先跑出去。刚刚他已经把短信发出去了，就看蓝湛能不能懂他的意思了。而另一间风格清雅的房间里，蓝曦臣正担心地看着为自家弟弟检查的医生，见他简单的查完后，急道：柳医生，如何？那位戴着厚厚眼镜的柳医生抚了抚花白的胡须，忖度了一会道：按照刚刚二少爷说的症状，还有我简单的检查，虽然没看到 CT 图，但我可以肯定，二少脑中残存的淤血并不会导致记忆丧失。3个月前淤血严重时，这般想是正常的，可现在这么久的时间过去，没道理还一点都想不起来。那柳医生认为是怎么回事呢？金光瑶在一边问道。柳医生道：恐怕是由于药物的原因。当初二少在爆炸前的那间科研所出来，那里各种药品泄漏，二少恐怕是吸入了一些。他又直接从国外一路追着温旭来到国内，或许是遭受了什么意外才会如此。不夜天研究所的那些药。金光瑶看向隔壁屋，那里有被他单独带进来的姚小姐，按照大哥那里查来的情报，那位姚小姐身边的管家恐怕就是温旭，或许温旭的手里会有解药。蓝曦臣猜测道。金光瑶点点头，或许。我再去问问姚小姐，看她与温旭到底是如何认识的，姚董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。他们与兰陵集团关系颇近，这件事关系到我们金家的声誉，我一定会处理好。这件案子是大哥经办的，忘机也受了许多苦，阿瑶你一定要小心谨慎。
我虽然没有参与此案调查，但旺基却深陷其中，加上大哥的关系，我也定不会坐视不管。若是要用到云深的资源，阿瑶尽管开口。好。这时静静听他们说话的蓝湛却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信息，只一眼便蹭地站了起来。卫生间。魏婴。蓝湛拔腿就跑，一下子就没了影子。金光瑶看了一眼被他落在桌上的手机 WC110。不好，或许是魏无羡有危险，二哥你快跟去看看，忘机可不能有事，我去通知大哥，注意安全。蓝曦臣一听好容易找到的弟弟会有危险，立刻冲出门去，但蓝湛的影子都已经看不到了，他只好先问清卫生间的位置，一间一间去找。而魏无羡已经腿软的快要站不住了，他死死撑住自己的身体，看了眼他手里的枪，冷笑：不夜天的少东家，连把像样的武器都弄不到了吗？自己组装的，连好用的零件都弄不到吧？真的能打死人？温旭脸色立刻就青了，呵，我落到这步田地，难道还不是因为他蓝忘机？他找我可真是执着呀，连面都没见过一次，将我每一次隐匿换身份的计划全都破坏，连我去弄把枪的渠道都能断了个干净。要不是3个月前他突然失去了消息，我也不可能有喘息的机会来到姚小姐身边。蓝湛的失忆与你们有关。魏无羡声音虽然颤抖，却冷得像冰。温旭一把踢开魏无羡手里已经拿不住的扫帚，一步一步靠近他。这我哪知道？他失忆了？哦，那也正常，连我都被我们研究所泄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侵染，不得不去标记那么多 Omega 来令我压制身体的痛苦。不过那些 Omega 都很一般，可不如你这么香。你滚开！魏无羡随手拿起一边装饰用的花盆扔向他，被温旭一枪打了个粉碎。温旭顿时后悔无比，魏无羡你算计我。他本来没想开枪，但这声音一响，便会有人听到察觉不对。我猜你应该是在我进入卫生间后，把外面的标牌给弄走了，否则早该有人来上厕所。魏无羡暗笑道，慢慢挪动步子离温潮远了一下。你还扮成是应声，在欧阳给我的酒里下了只对 Omega 有效用的药，我说的对不对？魏无羡，你真不应该去做一个小小的设计师，你应该去聂明珏的调查小组里工作，一定能够大展拳脚。温旭一把拉过魏无羡，俯身下去咬他的后颈腺体。你这样的 Omega 我想了太久，我要把你带走，以解我当初中的药。既然是因为蓝忘机才让我如此，那就让他的 Omega 来为我解决吧。魏无羡抬起膝盖就要往他的小腹处顶，脑袋也狠狠地撞了过去。你做梦，特么的别想碰我，魏婴！一声满含焦急的声音从卫生间门口由远及近而来，温旭还没抬头看一眼，一下子就被一股大力撞到墙上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